男人扛着一个少女回家，一旁的妻子却沉默不语。他假装到厨房忙活着家务，可是房间里传来的动静让他心神不宁。弟弟害怕姐姐会乱来，便拿走了桌上的枪。女孩被关进房间，失去自由。她每日遭受虐待，并沦为生育工具。然而几个月过去了，男人撒下不少的种子，始终没有一个发芽。这样的日子让女孩感受到无尽的绝望。每当阳光从小窗照进来，就是她最想念家人的时候。女孩名叫奈拉，是信奉雅兹迪教的库尔德人。由于宗教冲突，族人不断遭到极端分子的侵袭，他们闯入村庄，抢走所有贵重物品，还把村民分成2队，少女和小孩都会被带走，剩下男人以及年老色衰的女人全部枪毙。而这个队伍中正好有奈拉的父亲，他眼睁睁看着父亲被残杀，无能为力。而这一刻似乎彻底改变了他。剩下的少女们被带到基地，排着长队登记起他们的3围体重和年龄，然后再带进房间进行体检，在手电筒的强光照射下判断是否纯洁。这群人中，奈拉被鉴定为极品，自然能讨个好价钱。随后他们被送往交易市场，等待买主的挑选。这时胡子来到市场寻找猎物，卖家一看是老熟客，极力向他推荐高性价比的奈拉。胡子仔细打量着她的样貌，美丽的眼睛，性感的红唇，再看看好生养的美臀，简直太完美。胡子毫不犹豫将她带回家。这时奈拉请求胡子将自己的弟弟一同带上，但精明的胡子才不会做大冤种。他见奈拉无法控制，索性将其打晕，扛着回了家。妻子知道丈夫的德行，但明目张胆的背叛让他心里多少不是滋味。胡子吩咐妻子把奈拉的身体洗干净，随后便朝着房间走去。妻子和弟弟互相对视，弟弟也无可奈何地转过头。而奈拉每天忍受着无尽的折磨，她无时无刻不想着逃离这个地方。幸运的是，这天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。胡子的妻子萨拉决定带着奈拉外出，为妇女委员会做事。路上遇到一名要被处决的男子，因为男人偷看禁书，被极端分子当成异教徒。极端分子将书籍点燃，熊熊大火瞬间将男子包围。此时周围看热闹的群众拿出手机直播，丝毫没有同情的意思。此刻奈拉找准机会，赶紧趁乱溜走，可没走多远就被妇女委员的人追捕。还好混乱之中她得到了一部手机，联系上了自己的叔叔，准备逃离。接着奈拉找到放在柜子里面的安迪，碾成粉末放进胡子的吃食里。晚上趁胡子熟睡起身离开，怎知被胡子老婆撞了个正着。也许是同为女人的怜悯，胡子老婆放走了奈拉。奈拉来到和叔叔约定好的地方，但接应他的并不是叔叔本人，而是一个贪财的车夫。走到半路就停下了车，因为他不想冒着被抓的风险继续走。就这样奈拉被丢到了半路，让他自己翻过山头走向前方的自由区。就在奈拉跟随其他逃离时，2辆满载着极端分子的皮卡追了上来。一群极端分子疯狂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射击，危机时刻，一群手持 K47头戴丝巾的女战士等来，他们就是让极端分子谈之色变的库尔德娘子军。双方展开激烈火拼，开着车不停转圈，卷起漫天黄沙，让远处的极端分子机枪手无法瞄准目标。他们互相冲刺，胡子的小舅哥在战斗中一枪毙命。胡子气急败坏，让一队极端分子追击难民，情急之下便被扛起火箭炮，一炮将载满敌人的皮卡摧毁。胡子愤怒地嘶吼，叫来一辆疯狂麦克斯加入战场。只见改装过的汽车包裹着厚厚的钢板，里面满载汽油炸弹，朝着人群发起自杀式袭击。娘子军火力全开，甚至用火箭炮轰炸。眼看疯狂麦克斯就要冲向难民，指挥官只能请求空中打击。一发空地导弹飞过，击退极端分子，成功将难民们安置到自由区。在这里，奈拉见到了母亲和哥哥，可弟弟还在极端分子手中。奈拉看到自由区里有无数像他一样逃离战区的平民，也看到了这些女人为了荣誉和族人，拿起武器对抗极端分子。奈拉从心底里佩服这些娘子军，这也让他想起了死去的父亲以及失踪的弟弟。于是他来到志愿军招募点，毅然决然地加入库尔德娘子军。而这支成立于1996年的部队，从最初的5人帮迅速发展到500人，现如今已是库尔德最强大的武装部队。直到2013年都保持着临阵亡的绝佳战绩。有加入游击队8个月的新兵，有的在以色列服过兵役，有的父辈是库尔德人。对他们来说，举枪中靶心只是常规操作，他们也绝不是花瓶性质的宣传部队。从该部队初建开始，就接受着和男兵同等严苛的军事训练，一起奔赴战场和男人并肩作战。尤其对于极端分子来说，他们更是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硬骨头。因为敌方觉得被女人杀害无法上天堂，来世也不会有少女陪伴。如今内拉也开始加入他们并肩作战。这天他们奉命来到盟军轰炸后的小镇，任务是消灭残余的极端分子。女兵们小心翼翼地搜寻，周围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带来致命危险。这时不远处传来小孩的哭声，奈拉不顾劝阻地只身前往，发现是一个满脸血的小男孩。奈拉刚要将他救走，极端分子便驾车赶来，奈拉只好带着孩子藏在废墟中。此时赶来支援的队友迎面撞上极端分子，双方展开火拼，敌不寡众的队友很快便弹尽粮绝。他打开对讲机与姐妹们做完最后的告别，随后拉响手雷和敌人同归于尽。队友的牺牲让其他女兵义无反顾地冲出来，他们朝着极端分子火力全开，短暂的交火对方全部倒下，仅剩一名被火箭筒炸飞的极端分子侥幸存活。可是当奈拉看到那个人时，发现正是之前侵犯他的胡子。此时奈拉恨不得将仇人碎尸万段，但是遭到了队长阻拦，因为要留下一个活口，
能审问出一些有用情报。但是当队长对胡子严刑逼问中，他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要求。男战俘请求指挥官让男兵来处决他，他不怕死，只怕死在女人手上去不了天堂。这是极端分子面对库尔德女兵的真实一幕，但指挥官为了让胡子招出头目的藏身之处，只能答应了男俘虏的要求。旁边的内拉有些失望，当他面对这个曾经侵犯过自己的暴徒，一心只想亲手杀掉他。可就在胡子招出情报，等待男兵来处决时，胡子开始蹬鼻子上脸。他笃定内拉不敢下手，并且当着内拉面大胆挑衅。内拉脑海中瞬间浮现出被凌辱的画面，最终他还是忍无可忍，刀刀致命地刺向胡子。自己的满腔怒火也在这一刻得到宣泄。当得知暴徒老巢后，库尔德军队向极端分子发起了最后的围攻。此时头目正在举行一场选妃仪式，被强行带过来的漂亮女孩会带到他面前任意挑选。然而极端分子头目不知道的是，几名库尔德女兵已经混入其中。紧接着突如其来的围歼，让这些极端分子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陆续干掉。勇猛的库尔德女兵直插敌人心脏，空中的武装直升机火力全开，而建筑外的装甲车也随即进来。此时逃进建筑内的恐怖分子头目还企图做着最后的抵抗。丧心病狂的他将炸弹绑在男孩身上，利用男孩做自己的人肉盾牌。当奈拉冲进建筑时，眼前的一幕让他触目惊心。这个被极端分子洗脑的小男孩正是自己的亲弟弟。他呆呆地站立在一旁，奈拉示意队友去追击头目，自己留下来唤醒弟弟。他唱起了姐弟俩熟悉的童谣，尝试着让弟弟放下手中的控制器。熟悉的旋律让弟弟渐渐恢复意识，逐渐清醒的他喊出了姐姐的名字。随后姐弟俩紧紧抱在一起。而此时的极端分子头目被队友逼上屋顶，但无路可逃，他不想死在女人手里，因为这样就不能天堂，来世也不能拥有少女。他想要跳楼自杀，又没那个胆子，最后还是被娘子军一枪爆头。极端分子被一网打尽，基地彻底摧毁。幸存的雅兹迪族人安全回到家乡，他们终于过上了和平的日子。而内拉在墙上画了一幅孔雀图，这是雅兹迪族人的精神符号。经历了上百上千次的屠杀，他们依然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。随着库尔德娘子军给了极端分子沉重打击，更多的库尔德人愿意拿起武器为自由而战。